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非常深度的議題。這份資料來自耶魯大學的一場頂級論壇，主題是反猶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危機。這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但裡面的觀點來自幾位美國最頂尖的記者，他們從一個我們可能都沒想過的全新角度剖析了這個盤根錯節的問題。接下來我會帶大家濃縮這場高層次對談的精華。好，我們一開始先從一個真實到讓人有點毛骨悚然的故事說起。這是論壇上一位叫做 Zach Beauchamp 的資深記者分享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在搭計程車去耶魯的路上，司機就問他要去幹嘛，他很自然地回答說：“哦，我要去參加一個關於反猶主義的研討會。”你猜怎麼着？這句話就像打開了一個開關。接下來的10分鐘，那個司機開始對着他咆哮，內容大概就是猶太人控制了銀行，911根本就是猶太人幹的，媒體也全都是猶太人的。你看，這一下子就把一個很抽象的學術名詞變成一個充滿敵意、活生生的現實。現在啊，當我們一聽到反猶主義，很多人腦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可能都是最近美國大學校園裡的各種抗議活動。但是剛剛那個計程車司機的故事，其實就在提醒我們，這個問題的根源可能遠比校園裡的爭議還要更深更廣。所以這就引出了一個核心問題：我們主流社會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會不會從一開始就搞錯重點？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這場論壇揭示的第一個震撼彈就是，當所有主流媒體都把鎂光燈對準大學校園裡的左派爭議時，我們可能正忽略一個更大、更主流，但形式上卻更隱晦的反猶力量，而且這個力量主要來自政治光譜的另一端。這邊記者 Zach Beauchamp 就引用了一份來自塔夫茲大學的量化研究。這個研究結果，我跟你說，相當顛覆一般人的直覺。數據很明確地顯示，在美國，反猶主義的思想跟相關事件，它的根源主要是在政治的右派，而不是我們普遍認為的左派。這就完全挑戰了現在媒體上主流的說法。這不是說左派就完全沒問題哦，而是指出問題的核心跟真正的權力結構其實是在另一個方向。紐約客的資深作家 Adam Gopnik 提供了一個更深層的歷史洞見。他指出，歐洲傳統的反猶主義其實非常獨特，它跟一般的種族歧視不太一樣。怎麼說呢？一般的歧視是把目標群體看扁了，覺得他們是次等的、不文明的。但經典的反猶主義恰恰相反，他憎恨猶太人是因為他把猶太人看成是超級人類、過度文明。也就是說，在一個講求自由、精英的體制下，猶太人的成功反而激起了一種針對精英階層的怨恨。這種情緒其實也是現代民粹主義很常見的一種動員方式。這就帶出了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與會的學者稱之為親猶主義的悖論。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他表面上看起來極度支持以色列，也支持猶太人，但與此同時，卻又不斷地使用那些最經典的反猶刻板印象，比方說猶太人很有錢啊，猶太人很會理財啊。論壇的記者們都同意，這種現象在川普政府時期尤其明顯。這就像是一種用讚美你的方式來強化對你的負面標籤，表面上跟你稱兄道弟，但言談之間卻透露出根深蒂固的偏見。好的，如果你正在聽，接下來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我們要談的可以說是整場論壇最複雜也最核心的部分了，那就是反對反猶主義這件事情本身要怎麼被操作成一種強而有力的政治武器。論壇上提出了一個關鍵詞，叫做反猶主義。我知道聽起來有點繞口，但它的意思其實很精準。它指的是一種政治策略，表面上高高舉起保護猶太人、反對反猶的大旗，但它真正的目的卻是為了推動一個反自由、反多元，而且經常是針對穆斯林群體的議程。
簡單來說，他的目標從來就不是真心要保護猶太社群，而是把這個議題當成一個工具來使用。為了讓我們更好理解這套手法，《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Michelle Goldberg 提出了一個非常精闢的類比。他說，這套劇本其實在10幾年前就上演過了，只是當時的主角是同性戀社群。他的操作有幾個步驟。第一步，右派政治人物會先出來宣稱自己是同志權益的捍衛者，把同志權益當成西方進步文明的象徵。第二步，他們會馬上指出另一個少數群體，通常是穆斯林移民，然後說這些人才是對同志權益的真正威脅。第三步，利用這個所謂的威脅來合理化他們打壓移民、限縮公民權利、反對多元文化的各種政策。那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那個原本應該要保護所有少數群體的寬容基礎，反而被侵蝕了。而現在，同樣的劇本正在重演，只是主角從同志換成了猶太人。好，講到這裡，我們可能會好奇，那美國的猶太人真的吃這一套嗎？他們會不會因為這樣就真的轉向去支持右派了呢？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看數據，打破另一個常見的迷思。根據論壇上引用的歷屆選舉出口民調，數據描繪的畫面可以說是非常清晰。幾十年來，美國的猶太裔選民一直都是民主黨的鐵票倉。即使在最近的選舉當中，支持民主黨的比例依然穩定地維持在70%左右，而共和黨大概是30%。儘管媒體每年都在預測說猶太選票要大舉流向共和黨了，但數據告訴我們，這件事從來沒有真正發生過。這就說明，政治人物的動員言論跟選民的真實選擇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那我們可能就會想，為什麼我們會產生猶太人正在向右轉的這種印象呢？論壇上的記者們點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區別，我們必須要分清楚到底是誰在說話。那些經常出現在媒體上，跟保守派政府站在一起的，往往是一些大型猶太組織的機構領袖，但是他們的聲音並不代表廣大的猶太選民。絕大多數的美國猶太人在投票的時候，依然非常堅定地選擇支持自由派的候選人和價值觀。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區別。好，我們現在把剛剛所有的線索都串聯起來，從一開始計程車司機的個人經歷，到右派的親猶悖論，再到反猶主義的政治操作，最後是選民的真實數據。這一切最終都指向了一個更宏大的主題。這場危機其實不只關乎某一個族群，它更攸關整個自由民主體制的健康。作家 Adam Gopnik 的核心論點是，猶太人的利益跟一個多元、保障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國家是密不可分的。為什麼？因為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承諾保護所有人的公民權利，它的設計初衷就是要保護少數族群。它允許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雙重身份，比方說，你既可以是猶太人，也可以是一個世俗國家的公民。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只有在這樣的體制下，猶太社群才能夠真正的繁榮發展。所以，整場論壇最終的結論是什麼？真正的危險在於，當保護某個群體這件事情被當成一個借口，用來拆解那個保護所有人的多元主義體系的時候，危機就來了。這種把反猶主義武器化的做法，它不只威脅到猶太人本身，它更威脅到整個自由社會的根基。這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當保護變成一種攻擊其他群體的政治工具時，我們到底該如何捍衛那個本來應該要保護我們所有人的自由價值？這不只是美國的問題，也是全世界所有多元社會正在面臨的共同挑戰。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耶魯大學這場論壇告訴我們3件事。第一，反猶主義的根源比我們想象的更複雜，它不僅僅是校園裡的左派議題，更深植於右派的政治論述中。第二，
要警惕反猶主義這種政治操作，它利用保護一個群體的名義來打擊另一個群體，最終破壞的是保護所有人的多元體制。第三，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也就是對多元和公民權利的承諾，是所有少數群體能夠安身立命的基石。一旦這個基石動搖，每個人都會受到威脅。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